硫酸软骨素才有用，卖给开钱啊，叫医生开啦，安较紧，较有效。我可不可以用保健食品的方式去做处理？我必须说，保健食品一定可以，它一定会有帮助，可是它的影响力坦白讲不大。那我们来讲一下，其实有很大的原因是关节生物力学机械负荷，意思是说，今天很多时候膝盖不舒服，跟从脚踝的结构排列就有关系，跟整个肌肉量有关系。膝盖关节的变化，它只是最后的受害者，成因不一定是在膝盖关节。所以，与其花大钱去买保健食品，我有时候希望先去找治疗师，先去找教练，找出力学上面、结构上真正的问题。因为保健食品在关节疼痛里面的占比可能顶多25% 而已，没有很高哦，真的没有很好。可是我跟你讲，保健食品上绝对不会跟你讲这句话，他一定会跟你讲它有多有效。可是我必须告诉你们，真的有在吃的人，你问他有差不？还好呢。所以我就跟你们很诚实的讲，它真的只占其中一小部分。我针对这有效的一小部分，再继续跟你们下去探讨。第二件事情是，太胖的人影响到关节疼痛，减肥真的很有用。可是减肥是叫他去减肥，不是叫他去吃关节保养的保健食品。还有内分泌跟免疫失调的人，不要拿来针对关节吃保健食品。比方说什么类风湿性关节炎、高血糖的人、高血脂的人，会不会更容易有关节疼痛的问题？绝对会。它的好发率是一般人的70%。那它的问题要做什么？去处理免疫，去处理血糖，并不是拿来吃关节保养保健食品，因为那些发炎会导致软骨下的重塑更明显。对，可是其实检查蛮简单的，有看骨科、看复健科，拍个 X 光片，大概就会知道了，那个很明显。所以我强调了几件事情，在这一个 PPT， 我先跟你们说，第一个，不要因为关节疼痛下意识就先去买关节保养的保健食品，因为它的影响力最高25%。第二件事情，有肥胖的问题引起关节炎就去减肥，一定会很有效。第三件事情，有免疫、有内分泌系统所引起的关节疼痛，请你把钱拿去处理免疫跟内分泌，不要把钱拿来直接买关节保养的保健食品，不然你的钱就很容易丢进大海里。真正要去处理结构问题的时候，治疗师跟教练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。治疗师跟教练真的在这件事情上才是真正能帮忙。医生是拿来做诊断，医生会告诉你你真实的问题是什么，但是医生自己本人能不能帮你做训练？坦白讲，很多医生自己都不会训练，也不会这些关节生物力学的东西，他会做诊断而已。就是大家要分工合作，他们没有实做。还有一件事情，他们不会 Q， 他不知道为什么你做不出来，所以他不知道怎么 Q 你。因为他平常要帮你做看诊的动作，但是大方向分工合作，我会直接跟你说力量、动作控制的重建跟训练，治疗师跟教练比较能够在这一块帮助到个案。那今天我终于要开始讲饮食咯，要记得哦，工作效能25% 而已哦。有几件事情是我们在介入的时候可以帮助到他们的，降低氧化发炎的压力，改善我们的疼痛、功能异常跟病程发展。什么叫改善病程发展？不要退化这么快，不要这么严重。今天一个65岁的阿姨来找我，跟我说，我退化性关节炎，我想要饮食调整，看可不可以不要痛。我敢承诺她吗？因为她会继续变老，她会继续退化，我只能让她不要退化那么快。年轻跟老化在关节疼痛这件事情真的差不多的，所以我从来不敢跟人家说我可以帮你减缓疼痛这件事，我不太敢针对这件事情去挂保证。当然有可能有正面帮忙，可是绝对不能说出保证2个字，因为老化的时候身体的氧化压力会变大，我只能说延缓病程发展，但我没有办法说我可以逆转。好，再接下来另外一件事情，我们可以去调节身体的代谢，不要让身体分解的这么快，流失的这么快，最终已经磨损了、丧失了，已经没有那些滑囊液了，我可不可以去透过保健食品这件事情把它补进去？我很诚实的告诉你们，目前口服保健食品去补原料这件事情没有显著改善。再讲一次，我前端这里氧化啊、发炎啊，营养可不可以做？可以。可是如果今天你跟我说我关节里面的滑囊液没有了啊，那个是不是玻尿酸？我吃玻尿酸有没有用？好，对，你讲到重点了，用打的才有用，用吃的没有用。可是我跟你说，卖的人绝对不会讲这句话，卖的人一定会跟你说它有用。可是实际上就是我站在客观的立场告诉你，把钱存下来拿去用打的，因为用打的才会在那个位置。对啊，你这样想哦，你从嘴巴吃进来，肠胃吸收，一开始在洗跳不跳，为什么不是右脚？为什么是左脚？他怎么会知道？不会知道，所以我才说不要把钱花在这种地方，把钱花在刀口上，这样懂我意思哦？我强调哦，今天如果是拿来抗发炎的，我跟你说营养可以努力做做看。可是如果今天要跟你强调，我就是它的原料，所以我帮你补原料进去，坦白说没有那么有用，我会直接跟你很诚实的说，用打的效果比较好。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胶原蛋白有没有用？胶原蛋白有用，2种形态有用，水解2生态形式的胶原蛋白。这个东西你们有没有听过秘鲁科钠？
广告会广告三得利、蜜露可钠，嘿5毫不？5毫。可是它会不会只有针对关节？它连皮肤都可以，所以它比较像是长期保养。你如果有钱，你就从年轻慢慢吃，真的皮肤关节会退化慢一点点。可是条件是什么？刚刚他问的问题，热量、蛋白质营养够的情况下吃胶原蛋白才有用。如果你本身就蛋白质营养不良，胶原蛋白吃进去的时候，它就像过路财神一样，给它鬼，不会有用。为什么？因为坦白讲，身体的胶原蛋白可以靠正常蛋白质再加维生素 C 就自行生合成，可是对我们就可以自己做出来了。可是如果你本身蛋白质营养是不够的，你就算补胶原蛋白进来，它都没有办法正常工作，这是很重要的观念。蜜露可钠有没有用？有用，在什么人身上有用？蛋白质营养状况好的人有用，嘿，它有条件。再来另外一个，有一个东西叫 UC2 胶原蛋白 ，UC2 胶原蛋白这个东西有没有用？有用，可是 UC2 胶原蛋白对皮肤有没有帮忙？没什么用，它就是对关节有帮助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关节的形式的胶原蛋白，非变性2型胶原蛋白，它有用啊。它使用的剂量一天4克，持续使用大于3个月以上，就会感觉到差异啊。这2个有用，其他对结构坦白讲都没有这么有用。有一个东西叫软骨素，软骨素通常卖很贵哦。软骨素很常是在打完震波、打完 PRP、打完葡萄糖就会被推荐要买的东西。那软骨素它真正在身体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什么？抗发炎。它有没有办法直接去做成我们的关节滑囊液？软骨素本身的角色，它会跟你说它是我们滑囊液，是我们关节结构里面的原料。可是它真正作用到可以帮助我们，是因为它留在那边做我们的关节结构吗？很抱歉，没有。它真正在身体里扮演角色，是因为它降低了发炎反应，因为它留不住，它没有办法留在那里做结构，它只能去降低发炎，所以它会让你不觉得那么痛。可是今天你去照影像，有没有看到因为吃这个变薄的那一个软骨层，它有没有变厚？没有。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吗？它有没有让你减缓疼痛？有。可是它有没有把结构变厚？没有。因为它抗发炎，抗发炎就让它减少疼痛了，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记得。有人说啊，我要注射，我各位假 J 吗？看你啊，如果你是因为很痛，所以要吃，你可以去吃。可是如果你跟我说你要把它吃回来、长回来，那做不到。这样分工分得清楚了哦。好，但是要注意哦，建议要吃啊，不用自己去药局买，等医生开，医生开的才有用。药局买的没有用，因为硫酸软骨素才会有用，1500毫克才会有用。你自己去买的不是硫酸软骨素，是盐酸软骨素。哦，好，硫酸软骨素才有用，卖给开钱啊，叫医生亏啊，哎，卡给他5毫，真的很多东西花钱要花对地方。好，再来另外一个葡萄糖胺，刚刚有人提到，葡萄糖胺它跟硫酸软骨素的概念是一样，只是所谓的硫酸软骨素，它就是这一条线上的这些小结构。葡萄糖胺是上面分支出来的这个小结构，补葡萄糖胺有没有用？它也是去抗发炎、处理发炎反应来减少疼痛，可是它有没有很明确去帮助间隙狭窄这件事情改变？它没有长回来，没有，但是它可以延缓它在耗损的更快。